自從 Google 的 Gemini 3 Pro 出了之後呢，我就已經取消了我 Claude 的訂閱，但是最近 Claude 的一次更新又讓我重新付費訂閱回了 Claude， 所以我現在是 ChatGPT、Claude、Gemini 3個通通都有付費的。Claude 在上周發布了 Claude Code 的一個新功能。那 Claude Code 有什麼特別呢？就是它可以解決我生活中經常需要用的一些小工具啊，我都可以直接讓 Claude Code 幫我做。舉個例子，比如說幫我整理我桌面上凌亂的文件，或者是幫我把這個 PDF 文件壓縮到5MB 以下。又或者是把這幾張 JPG 格式的圖片全部幫我整理成一個 PDF 文檔。還有就是比如說有些圖片尺寸很大，你也可以讓它直接壓縮到比如說2MB 以下。就是所有以上通通的這些小功能，平常呢我可能就在 Google 上打一下 JPG 轉 PDF， 還有就是 PDF 壓縮，那通常都會有一些小網站可以做到，但是呢就有很多廣告，體驗非常差。那現在有了這個 Claude Code， 因為它需要直接下載到我電腦，所以呢它是有我電腦的權限的，所以你只要跟他說一句話就可以通通幫你搞定，也不用打開一個瀏覽器再找什麼小工具了。你有什麼需求，它立馬叭叭寫一個小程序幫你解決你的問題。那我自己呢用了差不多1周之後，以下是我整理的幾個我自己經常用的用法。那用法1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整理桌面凌亂的文件。那首先要說一下，要用這個 Claude Code 的話呢，是需要 Pro 版本以上的，也就是說每個月要付$20的一個月費。那升級完 Pro 賬號之後呢，你需要下載一個 Claude 的 App 在你的電腦上面。還有一個就是目前它只支持 Mac 系統，那我相信 Windows 系統應該很快就會推出了。據說這個 Code 的新功能呢，是他們用 Claude 7天的時間就做出來這個產品，所以還是挺厲害的。其實我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是要寫一些 coding 啊、web coding 啊，其實我發現這麼多個 LLM 最厲害的還是 Claude， 就是 Claude 寫代碼這部分能力，我覺得是比 Gemini 跟 ChatGPT 都要強很多。那如果要我類比3個我常用的 model， 我會覺得 Claude 就像一個工程師， ChatGPT 的話更像一個很會拍馬屁的一個朋友。然後 Gemini 的話呢，它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朋友，就是如果你要聽胡說八道講八卦的，你就跟 ChatGPT 講；然後如果你需要一些理性的建議的話，你就跟 Gemini 講。那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比較實在的，比如寫程式啊，就找 Claude。好，講回我們這個功能，首先呢，需要在左下角這邊需要選定一個你需要它整理的地方，也就是說你要給它一個權限。那在這邊我就選 desktop， 也就是它有的權限就是我桌面上的這些文件。那這個整理桌面文件的這個指令呢，是它原本就已經有的。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 organize file， 就是這個你點進去之後，它就自己給你設定的一個提示詞了。那點進去之後呢，它會問你，你想怎麼整理呢？你是想按文件的格式整理呢，還是按日期呢？還是你需要動到你原本的文檔嗎？還是說不需要動原本已經弄好的文件夾，只需要弄凌亂的文件？那我這邊就選原本的文件夾不要動，只是幫我整理這些桌面上你看到凌亂的文件就可以了。那確認了你的指令之後呢，它執行需要一點的時間，也不會特別久。那這個時候你可以做別的事情，看看 YouTube。你可以看到它會一直顯示它的進度在哪裡，它目前動到哪些文件夾了。然後過程中呢，如果有一些涉及到權限的，它會再問你，比如說你允許 Claude 永久的刪除你這些文件嗎？那我肯定選 Deny， 肯定選 No。然後它就你可以看到我的桌面上的文件已經開始一個一個都不見了。那它不是真的不見了，它只是 Claude 在幫你整理。然後整理完之後，你可以看到它新建了一個 Media 的文件夾，然後這個文件夾裡面它按照 Image、按照 PDF、按照 Video 的格式幫我整理好。那用法2就是把 JPG 和 PNG 圖片格式很多張圖片合成一個 PDF。注意，在用這個指令之前，你都需要在左下角這裡點選你要它動的是哪個文件夾，不然它也不知道你說的 PNG 是在哪裡。那這裡我就指定了，就是剛剛它幫我整理的那個 image 裡面的圖片，把這些圖片有很多張啊，合成 PDF。然後它也會問你一些，你是想合併所有的圖呢，還是手動指定？我跟他說所有。
OK，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已經把文件夾裡面的圖片都整理成了一份 PDF 文檔。下一個用法，壓縮文檔的尺寸。比如說我有這個 PDF 文檔，它原來是50 MB 的一個 size， 然後我跟他說把這個 PDF 壓縮到5 MB， 然後他自己会寫個小程式，然後很快他就做好了寫了一個小程式，然後幫我壓縮好了這個 PDF。我們打開看一下，那這個是他壓縮好的 PDF， 原本的 PDF size 是50 MB 他幫我壓縮到了5 MB。我們放大可以看到有些圖它是模糊的，但是畢竟是你那麼大一個 file 的 size 壓縮成那麼小，肯定是有圖片会没有之前那麼清晰的，但是我們看文字其實是很清楚的。那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壓縮之前的這個50 MB 的原 file， 你可以看到同一個圖片，它這裡明顯放大就沒有那麼失真，但是總體來說的話，你可以看到文字其實是差別不大的，所以我覺得它這個任務其實完成得很好。好，下一個我讓它壓縮圖片，因為剛剛那個是 PDF 文檔嘛，我就跟他說把這個图片壓縮到5 MB 以下，同樣的。那這個圖片是我用我的相機拍的，所以它原本的 size 应该是20 MB 左右，然后我跟他說壓縮到5 MB 以下。這個是他壓縮好的 file， 我們放大看，其實不放大的話呢，跟原圖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放大看一下，然後我們再對比一下沒壓縮的圖片是怎麼樣的。我們可以看到沒壓縮的圖片其實放大看也是有點模糊的，所以它這個工作同樣的也完成得很好。下一個功能，如果你用 iPhone 的話，應該會發現如果你把 iPhone 上的手機發到電腦的話，它後面的格式是 HEIC， 那有的時候呢還是 JPG 格式會比較方便，所以有一個小功能我經常需要用的就是把這個 HEIC 格式變成 JPG 格式。那同樣的 Claude 的 Clockwork 也同樣可以幫我們做。首先我指定了一個文件夾，比如說 download 的文件裡面全部都是我手機上的一些图片，全部格式都是 HEIC。那首先他会問我想換哪個文件夾的圖片呢，我就跟他說我剛剛選中的那個，然後他会問我这個轉換後的 JPG 文件該保存在哪裡，我跟他說保存在同樣一個文件夾裡。然後他又會問怎麼處理原來的文件呢，我跟他說保留原來的文件。很快就轉好了，我們來看一下，可以看到同樣的剛剛文件夾裡面就已經生成了他幫我轉好格式的圖片，上面是 JPG， 下面是原來 iPhone 的格式。那下一個功能就是讓他幫我 create 一個 Excel 的表格，我讓他做一個 Excel 關於 Nike 的股票，然後分析最近的財報。注意哦，我沒有上傳任何的財報，所以我給他的這個指令沒有任何的文件，所有的這些信息包括財報，他都需要自己上網去找這些資訊，我沒有給他，我也沒有打開我的瀏覽器。好，我們來看一下他做的這個，他會給我們source， 就是說他這些數據是從哪裡來的。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他做的這個表格，那他跟Gemini 有什麼不一樣呢？應該 Gemini 也能做，對不對？但 Gemini 生成的就是在 Google Sheets 上面的。它現在因為我沒有打開我的瀏覽器，它這個 Clockwork 呢是完全在我電腦裡面去運行的。但是它上網的肯定是要用網上的功能，但是它做完的這個表格呢是保存在我的電腦裡的。所以我們可以看 Show in Folder 這個文件夾不是在 Google Sheets 上面，而是我自己的電腦裡面的。我們可以看到他給我做了一個 Nike 股票的財務分析，做的還挺好的，有模有樣的這個表格，顏色什麼都挺好的。那為了驗證他的數據是否正確呢，那我肯定不能問他嘛，那我就上 Gemini， 我就問 Gemini， 幫我 fact check 一下這個 sheet 上的數據是不是正確的。他說這一個剛剛 Claude 做的那個 Excel 是正確的，數據都是正確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實 Claude 的準確度還是很高的。那他幫我做的這個 Nike 的股票財務分析，我自己還是很滿意的。我現在就在想，你說那些大學生其實做作業其實無非也就那樣了。我以前讀書的時候也是老師會布置作業，就是分析兩個股票嘛，然後其實也是這樣。現在我讓 AI 幫我做，我也不用自己算，也不用自己找資料，它就能做出來。所以我最近就在思考，現在還有必要讀大學嗎？大家覺得呢？好，下一個用法，
下一個用法就是我讓它做一個原型，找寵物保姆的網站的原型。那這個需要花多一點點時間，但是同樣的，你給它下一個指令之後，你就做別的事情嘛，看 YouTube 啊，跟男女朋友聊天啊，看個電視劇啊什麼的，可能幾分鐘之後回來它就做好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原型。這個原型因為我讓它着重的是在移動端的頁面，所以它做的也是一個移動端的交互，其實做的還不錯。然後我又測試了一下，讓他做一個 timeline 是關於 AI 發展歷史的，我說要有互動性的，他給我做的這個我還是很滿意的，就是他把 AI 發展歷史的所有的時間線都列出來，並且你可以一個一個打開看這個時間段發生了什麼，並且在它右上角你還可以 search， 比如說我打 Google 的話，就可以看到關於 Google 的在 AI 歷史進程裡面它的一些發展。又比如說我打 ChatGPT，可以看到，那我點進去2022年这裡可以看到 ChatGPT launch， 確實這個時間是對的，可以看到它的那個資訊都是正確的。下一個用法，我指定了一個文件夾，就是我桌面上這個 marketing 的文件夾。那這個文件夾裡面呢，有一些社交媒體平台的報告啊， AI shopping 的報告啊，還有一些電商平台的一些調研，都是幾份比較大的 PDF。然後我就跟他說，用這個 marketing 文件夾裡面的文件整合成一份報告。那這個指定的話呢，他首先需要看我這個文件夾裡面有什麼文件，對吧？所以他跟我說裡面有5份 PDF。然後在開始之前呢，他就問你這個報告的主要目的是什麼？我就跟他說，主要是用於我們團隊的一個營銷團隊的一個指南。那我們可以在右面看到他一步一步是怎麼做的。那看完文件夾裡面有什麼文件之後呢，他會寫一個小程序幫你看。對，他在後台幫你看每個文檔你有什麼，然後做分析，然後做完分析之後，他會寫一個report， 一個 doc 的文檔。那這個 doc 的文檔呢，同樣的你可以看到在我桌面上它已經生成了一份了。那之前就是你需要人一個一個去看每一個平台有些新的更新啊，比如說 Instagram 在過去的數據跟現在的數據有什麼新的趨勢啊，我們明年的策略是什麼？那他就幫我把基本上社交平台還有就是關於 AI 在電商方面的發展的報告幫我讀了一遍，然後整理出這個重點給我看。那我在裡面確實是發現了不少有用的資訊，比如說他說 Reels 在觸達方面的表現最佳，是發現新受眾最有效的格式。那下面他寫了一個營銷行動的建議，他直接就說如果你是小賬戶的話，你就 focus 在 Reels。那接下來我首先是上傳了一份讓他參考的 PDF， 就是說要根據那個配色和文字去做這個簡報。我就跟他說，請根據參考的 PDF 設計的樣式，把剛剛做的報告，就是剛剛他做的那個 doc 文檔，做成一份精美並且是簡潔的簡報。OK， 然後他跟我說他已經做好了，根據我讓他做的一個配色還有極簡的設計。我們來看一下他做的這個簡報，可以看到他排版是有一點點的亂，但是也是比較簡單，就可以改，比如說間距多一點啊，行距多一點啊，可以字體稍微再改一下，這個點2-3步就可以改好的啊。基本上訊息啊都做得很好，然後排版我覺得沒問題，就是字體可以再換一下，然後有一些小的排版可以稍微改一下。總體來說我覺得非常滿意。包括他做的這個行動計劃，我覺得還是可以的。那下一個用法就比較基礎的用法了，我讓他調研還有分析這個網站，並且寫一個報告。我們來看一下他做的這個報告。那可以在右邊呢看到他做這個 research 的中途看了哪些網站。那雖然這是一個比較 basic 的用法，但是我在 ChatGPT 跟 Gemini 用同樣的指令，讓他們同樣的生成一份報告。那最左邊的是 Gemini 生成的，中間是 Claude 生成的，右邊是 ChatGPT 生成的。那你可以看到啊，從排版到內容，我個人覺得 Claude 這份報告是最完整的，真的比較像是我自己如果要做一份竞品分析報告會包含的內容，還有包括表格。其他的2個 ChatGPT 跟 Gemini 做的報告都是沒有任何表格的。你可以看到在公司概況這裡，那其他的2個呢，他們都是簡單一句話介紹，而只有 Claude 它是給了我一個表格，我可以很清晰的
看到這個公司的一些基本的資訊。同樣的，它的產品分類這裡也是用了一個表格去表達，並且這個表格分門別類的也做得很細，並且有說明。那其他的2個呢，做的就是很簡單的一句話。我們可以看到在熱門商品這裡，它給我清晰的列出了它的產品的數量，對應的是什麼品類。那我們可以对比一下其中一個 section 好了，比如說品牌跟行銷策略。那 Gemini 這裡就是大概用了4行字就說完了。那 ChatGPT 這裡同樣的也是幾行字。那我們看 Claude 是真的跟我用了視覺識別、內容行銷，還有它的 USP 都列出來。另外呢 Claude 這份報告除了非常詳細以外呢，它還有提供一些很細的資訊，是其他2份報告都沒有的，很多個點其他2份報告都沒有。比如說這個品牌它有為米其林餐廳提供日式餐具，這一點也是其他2份報告都沒有提及的。注意哦，我給他們3個下的提示詞是一模一樣的。還有他給我做了一個 SWOT 的分析，那其他2份報告裡呢也是沒有的，并且他的這個 SWOT 的分析顏色排版都很完美。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呢，雖然 Claude 這份報告做的是最完美、最詳細、最好，但是他花的時間也是最多的。他需要花的時間是 Gemini 跟 ChatGPT 花的時間則大概3倍左右吧。但是雖然是3倍，但是也10分鐘之內他也做好了，但是這個結果還是非常好、非常完美的。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可以點讚一下，還有訂閱我的頻道。我是飛人波萊登，那我們就下期再見了，拜拜。